中央选中上海建设7个副中心城市，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。上海位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，是我国的经济中心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中央此次为何会选择上海？上海位于中国东部，地处长江入海口，境域北依长江，东濒东海，南临杭州湾，西接江苏省和浙江省，总面积6340.5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2475.89万。上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，地势坦荡低平，自东向西微倾，平均海拔4米左右。其中，大金山海拔103.70米，是上海境内最高点，最低点是崇明与南汇沿海一带，其海拔约为-1米。目前正在悄然崛起的大都市圈，以上海为核心，与周边城市距离都是以1.5小时为半径的圆圈内，与14个城市紧密相连，分别是绍兴、泰州、常州、舟山、宁波、无锡、杭州、盐城、嘉兴、苏州、宣城、湖州和南通，与他们共同打造出一个庞大的都市圈，面积11.4万平方公里，覆盖1.1亿人口，经济体量超过18万亿元。这个超级都市圈出来后，谁能与之抗衡？其经济体量在世界上与法国的经济规模接近，要知道它可是世界第7大经济体。另外，不仅能与韩国相媲美，更是赶超俄罗斯，这些都足以看出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实力的强大性。而且，上海大都市圈的各个城市都是各具特色。比如江苏省不临海的泰州，不临海的困窘并没有阻碍它发展海洋经济，其规模在江苏省可位居第1，船舶工业总产值在全国也可占据1/4。上海大都市圈在面对全球顶级城市群的激烈竞争，它在创新能力与产业链韧性等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差距。目前这14个城市急需协同发展，共同构建区域共同体，以提升整体竞争力与积极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同城化发展。2. 7个副中心城市与6条发展廊道。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，上海还着眼于城市的长远规划，精心布局了7个副中心城市，它们分别是宝山、吴淞、江湾、五角场、金桥、花木、龙阳路、川沙、新庄、真如。吴淞区位于上海市北部，原为宝山县吴淞市，面积16.75平方公里。吴淞区地处长江与黄浦江交汇处的吴淞口，是水路进入上海市区喉，也是上海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区、现代化外贸港区和新发展的城市地区。上海开埠后，吴淞就成为了进出口货物的中转地。清末明初有水陆码头之誉。80年代，沿黄浦江的张华滨、军工路2座码头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集装箱装卸港区，全市80%以上对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均在此集散。上海市杨浦区的五角场是上海4大城市副中心之一，其南部地块为上海10大商业中心之一，因于上海市区东北角的邯郸路、四平路、黄新路、祥阴路、淞沪路5条发散性大道的交汇处而得名。杨浦五角场城市副中心南部环岛地块是市政府确定的上海10大商业中心之一，与徐家汇、淮海中路、中山公园等商业中心齐名。五角场商圈已成为本市近2年来人流最多、人气最旺的商圈之一。围绕6条主要发展廊道，上海积极拓展其经济影响力。这6大廊道包括沿湾廊道，以南汇新城和金山为重要节点，延伸至浙江平湖、海盐等地，这是沿海经济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此外，沪杭和沪湖2大廊道如同串起珠链，与浙江对接，各自向着杭州和湖州等地延伸，紧密连接着沿途的县市。同时，沪宁廊道作为上海至南京的主轴线，汇聚了长三角地区的上海、南京2大中心城市，以及苏州、无锡等核心城市。它还延伸至安徽合肥，成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支柱。沿江南和沿江北2大廊道则从长江两岸出发，连接沿线城市。这7大副中心城市和6条发展廊道共同构建了江苏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部分，也是其龙头地位的体现。上海凭借这些廊道全面辐射长三角地区，推动世界级城市群的早日建成。3.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。
长三角城市群以繁华的上海为中心，与江苏、浙江两省紧密相连，并积极邀请安徽省的加入。这片区域不仅是我国人口密集、经济活跃的地区之一，更是与全球其他主要城市群齐名的存在。即通过打造核心区、7个副中心城市以及6条发展廊道，全面辐射长三角的每一个角落，推动区域内的均衡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离不开互联互通的原则。在浙江湖州南浔区，沪苏湖高铁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。这条高铁线路如一条强大的纽带，将上海、江苏的苏州以及浙江的湖州紧密相连。预计未来上海至湖州的旅行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仅需40分钟，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高效对接与发展。在沪苏浙3地的交界处，太浦河汇聚于此，这里被称为长三角的原点。目前芳汀水院项目正在此如火如荼地进行中。该项目以四合院为蓝本，巧妙地在4个角落设置了沪苏浙皖4个主题展示空间，使游客能够在短时间内体验4地特色。此外，长三角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，与全球各大城市群进行交流与合作。许多来自纽约的金融机构已在上海设立区域总部，纽约大学也选择了上海作为其校区所在地。上海港与纽约新泽西港更是建立了友好港口关系。这些合作交流为长三角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发展。展望未来，长三角有望继续扩大其辐射范围和影响力，成为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。